为什么见人就咬的夜王看到张起灵的雕像后，不仅停止了攻击，甚至害怕的掉头就跑。你们不应该冲下来，不应该冲下来！你们不可能感觉到我们，你们不应该冲下来！是公主，是公主！起先吴邪刚准备攻打夜王，却没想夜王主动找上了门。原本人声鼎沸的修行场也变得无比寂静，外边全部都是。 珊珊，我们必死！大哥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快点把周全关上吧！我也要活命啊！我求你们了！吴邪看着男人惊恐的表情，赶忙将门窗全都关上。下一秒，原本暗下来的天色突然亮如白昼，伴随一道金光从门缝射入。男人一脚踢翻火盆，接着便让他们用衣服把炭火包裹起来，因为这样可以抵御夜王。与此同时，外面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也开始撞击门窗。胖子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，想看下外面发生了什么。 没想到这东西智商极高，他们合力拉开了窗户的插销，下一秒就涌进了大量的虫子。他们来了！男人见状，将炭火撒在了两人身上，随后拉开门栓冲了出去。胖子本想追出去，却被铺天盖地的虫子逼了回来。而他们手中的炭火不仅没有驱散虫子，反而吸引了更多虫子的攻击。此时的吴邪才意识到这些虫子可以感知温度，于是赶忙让胖子丢掉手中的包裹。胖子也赶忙点燃了火堆，可吴邪却发现虫子害怕他的麒麟血。 于是他赶忙划破手掌，随后给胖子戴上了专用头套，还不放心的将血液涂抹在上面，随后赶忙跑了出去。可虫子实在是太多了，他们根本冲不出去，只好又躲进一间房间，随后将鲜血涂满了门缝，试图阻挡住虫子，却没想这东西智商极高，直接用同伴的尸体掩盖吴邪麒麟血的味道。眼看防线即将被攻破，吴邪和胖子只能从窗户逃了出去，却没想在半路遇到了被咬死的修行者。幸亏有你的血和力矿，要不然我也变成马蜂窝了。走。 可虫子大军已经逼近，虽然吴邪的麒麟血可以勉强阻挡，但由于温度越来越低，吴邪手上的麒麟血很快凝固，这也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唯一的防身武器。为了活下去，他们只能疯狂逃跑。眼看体力即将耗尽，便躺在小哥的石像旁等死。本以为这次在劫难逃，却没想等食人虫飞到石像周围时，竟像是惧怕这尊石像，纷纷停止了攻击。吴邪见状，赶忙站起身来。本以为他们体温和周围一致，食人虫就不会发现他们，可这东西又朝着他们扑了过来。 眼前的一切都不科学，那么只剩下唯一的可能，他们中了幻觉。给我们下了幻觉，什么东西？这是张家的六角铃铛，是用一种特殊的陨铜制成的，可以让人产生幻觉。这幻觉非常真实，如果我不告诉你，你都会觉得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恭喜你啊，通过测试了。原来这都是张家人的考验。 而之所以用六角铃铛测试吴邪，是因为张家信物天杖藏在一个神秘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极其危险，而且要打开那里需要3把特制的钥匙。可其中一把已经落到了冯老板的手中，但冯老板表示可以一起寻找夜王，因为他们在80年前就开始研究夜王。当时他们派出探险队进入雪山深处，可在找到了一幅壁画后，所有人都失去了音讯，只留下了一段诡异的录像。当他们找到探险队遗骸时，发现他们死得极其凄惨，就像被某种大型生物咀嚼过一样。